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你的奇葩工业故事好朋友，我是阿仔吃。我们一路讲这个车奇葩小故事呢，从雅马哈、Kawasaki、福特、宾士、Porsche，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人称最傲娇的品牌 ，Ferrari， Scuderia Ferrari。我觉得那手势会被告。真的吗？手会这样子？生气才这样。没有，他平常也会这样子啊。我们上次去那个意大利也讲，他说平常他们都会这样子，他们要讲一个重点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哦，是上下引号。Scuderia Ferrari， 你知道开法拉利的人都是像什么样的人吗？就是像我这种人。你有买法拉利？没有，你知道那天真的是大阵仗，就是我们要做这一集哦，真的是动用就是各方关系，所以我那天实在是非常的感谢米其林的邀约。你知道那天能够下去跑赛道的人，全部都是拥有2台以上法拉利的人。你是？我不是。反正其实我心中很感恩你看我们做频道，让我们小有名气，然后让我们有很多很奇葩的活动可以参与，那原因都是因为你们。所以其实为了拍这一集，我们有开着法拉利最新的一台车叫296，然后下去跑了那个力宝的赛道。然后当天呢，他们其实有送我们非常多就是厉害的小礼物。然后我打算就是为了感恩支持我们的观众，我在片尾的时候原汁原味我都没用过，就打算来抽给喜欢我们的观众们。里面有几个很酷的东西哦，你看他们的帽子。然后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当时的名牌我也可以给你，有那个法拉利的吊带。然后因为法拉利堪称是所有最尊贵的车子，它里面的内装皮件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然后里面那个摸起来，哇，那个多舒服！他们做了一个一样的皮件做的名片夹。我如果没听错那个意大利人是这么讲，就是他们就说他们里面的皮料都是用意大利的皮料，所以这个拥有这个吗？啊？我想要这个，我缺一个名片夹。我们送给观众，送给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很帅的东西，你不觉得它连袋子都做得很奢华吗？我原本想说，我以后可以拿着这个袋子，然后里面装砂轮机出去工作，看起来我就是个高级的工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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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回馈支持我们的会员朋友们，花了1杯饮料钱加入我们会员。除了每个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有趣的团购之外，这一次因为我旁边坐的是一个法拉利的教练，然后他刚好是香港人，中文很好，所以我就决定如果你从来没有下过赛道，你对赛车又很有兴趣，到底他们那些人是怎么样教我们跑赛道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全部的完整影片，然后放在会员里面，你就可以给你小朋友看，或者是你就可以看着赛道的教学，他们旁边的教练都是怎么教你的。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开法拉利吗？其实不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下赛道就是开法拉利，很神奇吧？我跟法拉利有渊源的。在跟大家讲法拉利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法拉利其实有很多你们都不知道的奇葩小故事。首先，你一定会很纳闷，为什么很多有钱人都喜欢买法拉利？它是因为很贵吗？它是因为跑得很快吗？那为什么明明在台湾你也开不了这么快？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就是趋之若鹜的想要买法拉利，想要收集法拉利呢？因为法拉利有一个你可能不太知道的精神，就是他选择你，不是你选择他。因为在很多品牌的车子，基本上就是你有钱就可以买，但法拉利不一样哦，除非你在二手市场，就是那种8891。除非你是买人家二手的，但是呢，你如果是要买全新的车子，其实它是有很多规范的哦，你要身家调查哦，就是你如果是不 OK 的人，人家不卖你的哦。所以我今天如果撇除一些做偏的，然后是那种你用正当的方式买到一些法拉利的特别车款的，那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而且在法拉利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车款，并不是你一开始直接要买它，你就可以买得到的，你要先拥有哪几台车。或者是先同时拥有几台法拉利，你才能够去排队排到买那个限量款，而这个都只是第一阶段而已。它的第2阶段呢，其实呢就像是我们这次去体验的一样，就是你要上课。因为法拉利像这种超跑，它不是像一般我们开车一样这么好开的，你很容易就不小心踩一下你就甩尾了，或者是你很容易不小心踩一下你就冲撞了。所以呢，其实在上赛道之前，你都要先上课，因为它的驾驶方式跟其实我们习惯的驾驶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没开过的人可以开法拉利吗？没开过的人当然可以开法拉利但是你开起来可能会有点危险，所以看一下我知道我多厉害了吧？我那一天直接一上车一上手直接就开赛道，不简单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到的事旁边那个教练因为中间我同事要拿相机给我嘛，对不对？我不会开车窗，要车窗在中间，旁边的教练看着我说：“你应该不会没开过吧？”然后就说：“不要紧张，没事。”因为我们那天开的是同时会有4台车还是5台车同时在赛道上面跑，所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跑。那你如果中间乱跑乱冲，你可能就会真的撞到别人。然后我们那天开的那台车好像是2300多万吧。一栋房子，这么一栋房子，对，所以那个教练开始很紧张，但是我跟你讲，油门一踩，方向盘一抓，教练就完全知道我的实力，他中间对我无心吹捧，很好，对，非常好，再来准备，没错，好，再来一圈，加速，全油门，慢慢靠左，全油门踩到底，不好松开，踩，现在松，刹车，对，慢慢打方向正确，非常好，越开越顺的。
所以其实你要上课的，而且它的上课其实有分，不止在台湾，就世界各地啊，然后他们有分不同等级的课程去上。这些东西你都先不用烦恼，等到有一天你有存到这个钱买的时候，你再来烦恼就好了。而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产生出现在如此傲娇的一个人呢？不是，是车，是品牌，没有，是一个人。你知道法拉利是个人吗？法拉利就像是宾士一样，就像是福特一样，就像是一个 Porsche 一样，就像是雅马哈一样，他们都是一个人名，所以 Ferrari 也是一个人名。1910年，在意大利摩德纳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朋友，他看着呼啸而过的赛车，嗖嗖嗖这样子过去。那个人叫做恩佐·法拉利，他看到了这个场景之后，立志他这辈子要把速度当成他的信仰。你知道这个小朋友他以前家里在干什么的吗？打铁，帕提亚。911打铁，不是，而且911是保时捷，不是法拉利。这个场景就像什么？2024年的时候，超认真阿歹斯这个人在法国的利曼看到24小时的耐力赛车在那边跑，他看到之后发现，这辈子这肯定不是我的事业。当你看到那个就是最屌的那个高峰了之后，你就突然想说，我们到底要玩什么东西？当你很近距离的看到那些车厂的人，然后那些车手，然后能够在这么高张力的状态下，然后这么长连续24小时的时间疯狂开车，然后每一圈都像是100%输出一样，你就发现哇，那个真的差太远了。副总有机会，如果他喜欢赛车的话，我一定从小栽培他。那为什么他不继承打铁事业呢？因为其实，在1次大战的时候，当时他们有参战，他的哥哥呢跟他的父亲都在这个战争当中罹难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跑去干嘛？跑去修车厂修车。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在18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很多赛车运动，所以他呢其实并不是活在赛车元年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为什么他后面呢会变成这个赛车界不能忘记的法拉利呢？所有的重度成瘾，他一定不是说是瞬间成瘾的，他一定是从慢慢开始的。所以在当时他跑去修车厂工作的时候嘞，他就越修越喜欢，越修越喜欢弄车。最后呢，干脆就直接上场变成赛车手。然后当时他加入了一个品牌，你绝对想不到，叫做爱快罗密欧。酷吧？你知道爱快罗密欧长什么样子吗？我知道，我爸小时候有哦，你爸小时候开爱快罗密欧？对啊。现在台湾好像没那么流行，对不对？但爱快罗密欧就是我觉得喜欢车子的人都心中都有一个他的位置在。有机会来讲爱快罗密欧。但你知道，当车手他有一些先天条件，就是他也是要有天分的，不管他的身材的限制啊，或者是他对于这个反应度，那个有一些是天生就是跟人家不一样。虽然他不是在整个车队里面最厉害的车手，但是呢，他却是最会调教车子的车手。但是每次开完回来就说，这个离合器怎么样？这个轮距如果再缩短一点会怎样怎样？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了解汽车架构的一个车手。所以这个时候想说，既然我又会开车，我又会这么会调教车，那我干脆就拉拢一帮兄弟一起来创一个车厂。这个时候在1929年，他就创立了这个品牌 Scuderia Ferrari。但是所有的车厂一定要经历过这件事情，你应该还记得之后发生什么事了吧？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呢，又打乱了这所有的一切。当时所有对于车子、引擎、机械生产零件有概念的人呢，通通拉去从军，通通都被拉去生产战争需要的零件设备。之后，1945年战争结束了，1947年法拉利的第一台车问世了125S V12的引擎。你知道有多少匹马力吗？多少？想不到，118匹，很少啊。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好像很少，当时很快，当时很厉害。虽然当时这台车它只有赢了几场比赛，但是这个红色的身影就是对这个整个赛车产业上出现了一个既定的印象。那你知道为什么法拉利的赛车都是红色的吗？对吧？这个红色，法拉利的红色，其实并不是因为红色比较帅，也不是红色比较显眼。其实是在20世纪的时候，这是一个超级赛车冷知识。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这个赛车已经国际化了，所以呢，国际赛车协会他们就规定各个国家它应该要有各个国家的赛车颜色。你有听过一个香港那个笑话？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有，我们去香港说你疯狂重复这句话。这个法拉利的意大利就是红色，德国呢就是银色，而法国呢就是蓝色，英国呢就是绿色。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法拉利在这个赛车界实在是赢了太多场比赛了，赢到大家就会觉得红色就是法拉利，红色就是法拉利，红色就是法拉利。所以根据官方给我们的数据，全世界的车主喜欢买法拉利的人，70%以上都是买红色的经典色，就是买劳力士。然后有些人喜欢买绿色的绿水鬼，因为是它企业颜色，所以红色就很像是它的企业形象的颜色。所以讲到劳力士，你知道劳力士有一只手表叫 Daytona， 你知道跟法拉利也是有关系的哦。你知道 Daytona 它是一个赛车的手表，然后呢，法拉利他参加过 Daytona 的赛车赛事，去过非常多的赛车比赛，就欧洲的各个国家赛车比赛。你知道劳力士就是一种冠军的象征嘛，所以很多比赛的冠军你都可以获得劳力士的定制手表。所以其实法拉利他们在2021年有生产过一台车子叫 Daytona SP3，而这个 Daytona 的名字呢，它其实就是来自于1967年的 Daytona 赛事获胜的车款，而当时的那个 Daytona 赞助是谁呢？劳力士。所
所以现在你知道吧？所以迪通拿这只手表，它其实是为了赛车手而设计的赛车计时手表。讲回法拉利，法拉利一开始呢根本不是想要靠卖车为生，它造车的目的呢是为了比赛，所以呢就连它上市股票的代号也叫做 RACE。但是当时呢车子产量实在是少到不行，一年生产不到100台。也因为这样子，法拉利还差一点破产。但是呢，就在1957年的千里赛，法拉利它直接包办了前3名，不只证明了自己的车子在速度、耐力跟操控上能够完全碾压，同时也可以让法拉利从破产危机中起死回生。所以虽然说，相信很多人认识法拉利都是因为 F1 赛车，而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呢，有一个人称车神舒马克。舒马克这个车手呢，基本上他从2000年一路到2004年就称霸了整个 F1 的赛事，都是拿冠军。他讲过一个最经典的话叫什么？我不是为了赢而去比赛，我比赛就是为了赢。真是一种废话，但是厉害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而在当时，这个荣耀感就很像是输入了法拉利的基因，所以在那个时期买的法拉利，你就很像是把一个荣耀、把一个冠军的象征，就停在你家的车库里面。那另外跟大家讲一个 F1 的冷知识，就是在1950年 F1 开始开办以来，到现在至今，只有一个车队从第一天参加到现在都还在参加，那其实就是法拉利。而这几年呢，官方给我们的数据非常有趣，在台湾的销售数量，它的成长比例呢，它是超过了中国，超过了香港。也就是说，在台湾买法拉利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因为法拉利基本上都是限量款，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SP3，它基本上全球就全地球，它只做了599台。它有一个很经典的名言，就是说我们生产的车子永远比市场需求还要少一台。所以可能市场需要600台，我就是故意做599台，我傲娇。而它的许多特殊车款，并不是你第一次买法拉利它就会让你买，它一定要你曾经购买过哪几台法拉利，你才能够去排到就是那些经典的车款。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是希望就是你有钱你就可以买法拉利，而我是希望说你是懂得欣赏、收藏它，会把它开上路上，让它像是一个艺术品般的对待，我才愿意卖给你。所以反过来说，对于很多车子品牌是我选择我想要买这个品牌的车子，但对于法拉利来说，是我法拉利选择了你成为我的车主。傲娇，所以每个人都算他们的代言人。对，就很像你讲的。但所以法拉利他从以到现在他不打广告，他认为每一个车主都是他的广告。也就是说，很多车子啊，或很多车子品牌啊，就是你有钱，然后人家把你当大爷。但是法拉利反而反过来，夏尔斯汀之前就是改法拉利这台车，然后据传他要直接把它变成黑名单，再也不让他买法拉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DJ Dable 5，就是人称鼠来宝，他把法拉利这台车子改成这个样子，法拉利直接寄律师存证信来给他。也就是说，他其实他不希望你改任何他的东西，因为他认为他做出来的车子基本上就是最完美的样子。其实我那天开完全有这个感受，你知道吗？因为我身边有几个大哥都有法拉利，然后所以他们都是很愿意，就是我需要法拉利就是借我开这样子。像那天我们下赛道开的时候啊，他是开最新的那台叫296。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样跟没有开过这种车的人形容它到底有多好开呢？像我们不管是开很多国产车，方向盘拍起来很轻的那些车子，你可能在时速50公里、60公里的时候啊，他觉得转起来都很顺啊，哇，那方向盘很轻啊，然后对不对就很好操控啊，这样子。我那天开的感受就是法拉利在时速200多的时候，它转起来像是我在市区开564一样。还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其实就很快的速度在过弯，很快的速度在加速。虽然我身体会承受那个 G 力，会甩，但是我手的方向盘不会让你在很多开比较一般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你可能开到100的时候，你就车子会有一点紧绷感。150、200，我在法拉利车上是没有感觉的。我还以为是因为每一台车几乎都是定制了，所以本来就是车主最喜欢的样子。我觉得样子是样子，操控是操控，它的操控是真的就是没话讲，就是真的很好开。开玩笑，2300万呢。所以这样子，如果我要改车，那我可以找谁改？法拉利哦。它还是可以改车的。你在开始出厂的时候，你就选配，你可以找原厂的时候改，就是你只能回去由法拉利自己的技师，然后去帮你改。那个价格也肯定很奢华哦。他就是不希望你乱改，不希望你到处找一些阿萨布鲁的人乱改，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品味，跟他们自己的对于这个工艺的坚持。所以法拉利到现在跟很多车厂会完全不一样哦，因为现在很多车厂都讲求自动化嘛、流水线嘛、生产线。但是如果有机会去法拉利的工厂去拍摄的话，我跟你说，据我所知，它的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非常有日式禅意的地方，马拉内罗厂更像是一个手工坊，里面就很像是怎么讲？玉川堂赛车版，很多的艺术家在雕刻自己的作品，因为它的产量也非常少，所以到现在呢，他们的师傅做车子像在做艺术品一样，那个钣金那个铝板就是手工在那边调整，在那边润这样子，然后去调出他自己觉得最漂亮的曲线。然后他们呢有一个他们核心的精神叫做以人为本，称之为 Formula Uomo。就他们的工厂配置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工人都非常的愉快，整个厂内光线柔和，自然采光。他们会觉得给工人快乐的环境，才能够做出最厉害的车子。
根据他们2016年官方的资料呢，他们5个技师装一台12缸的引擎，5个人组装，一天你知道可以生产出几颗吗？1颗。5个人，1人1颗啦，5颗。但是你看别的厂都是几百颗、几千颗引擎、几万颗引擎在装的，他们就5个人一天做5颗，很惬意啊，很惬意。我以前学修车的时候拆一个引擎，就是从早上一直做晚上，一天就是厉害的可以弄4颗吧。我记得我以前应该3颗没问题。当然我们那个不是拆到每一个小螺丝啦，就是那种主要的零件这样拆这样子。你如果要全部每个螺丝全部拆到很细，那全部组回来，一天1颗很厉害的。难怪你没有在法拉利。对，我不行，我没资格。然而，法拉利它也有一句的名言，就是他们客户购买的是法拉利的引擎，其他的呢都属于叫做免费赠送。所以你看，车子的整体结构做得好，跑赛车又跑得赢，外面的外观又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而且整个车子品牌的形象又特别好，它呢就从来不会出现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或者是跟很奇怪的人合作。给你们讲个八卦，你知道《玩命关头》吗？《玩命关头》Fast and Furious。对，那个已经拍到第几集了啊？不知道第7、8集去了。上火星了。接下来他如果在车子没有上火星，就是不够夸张。在玩命关头的时候，所有品牌的车子的车厂，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一部影片里面曝光，就最好能够让主角开到，然后能够最后开他们牌子的车，成为这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当时玩命关头这个制片组，他们其实是有去找法拉利的，然后法拉利怎么样，你知道吗？拒绝。为什么？他嫌他的 sense 不够好，超傻眼的。意大利的经纪人他会觉得你这个品味跟我们的风格是完全不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品牌跟你们放在一起。我们的车子是艺术品，我们的车子是有品味的人开的，不是让你拿来飙车拿来撞的。大家都知道玩命关头它一定会热卖，票房一定很好嘛，因为每个品牌都想要曝光嘛。但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车子是不需要这种曝光的，我们车子只需要在一些有 sense 的人的手上，让他做一些有 sense 的事情，让他品味我们车子的艺术品，这就是法拉利。你知道那天要去参加那个法拉利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个是法拉利的行销总监，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法拉利还需要行销哦？行销就是拒绝一些事情啊。哦，你要跟我合作，不行，你不行，你不够资格。因为太多人想要跟他们合作，但是很少人可以跟他合作。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法拉利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冷门小知识。那在片头呢，就是我那天参加法拉利的活动呢，然后他们所送我的东西，那我就会放在会员频道里面啊。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法拉利原厂帽子啊、皮件啊，或者是我刚刚展示的东西，你就在那个法拉利的教练教我们开赛道的那支影片下面写说，我想要这个东西，那我就会随机抽出个2、3位寄给大家。那影片的后半段呢，我就让大家看一下我当时开2000多万的车子开起来到底有多慌张。你们香港人知道 Sky 吗？变赢了，踩着刹车，踩着刹车，踩着刹车，刹车踩着，踩刹车踩着，踩着，踩着，靠右，靠右，一直靠右，刹车踩着，踩着，踩着。那所以你有买吗？你说当天下定那台车吗？对啊。没有，但是我最近花了差不多那台车的价钱，我花了2800多万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之后会拍成影片给大家看，很荒唐，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拿来拍片实在是非常值得。好了，那就这礼拜超认真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哦。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你可以订阅或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或者是你对于法拉利有知道什么样奇怪的小知识呢？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处跟我们分享。下礼拜再见，拜拜。